哎，今天我们谁出场了？哎，该我上场了吧？喂，吵死了，安静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多重人格症。不过呢，其实它的名词应该是叫做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属于解离性障碍的其中一种。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我们就还是用多重人格这个名词好了。那么多重人格的特点就是一个人同时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不同的人格，每种人格会有不同的思想、感情、记忆、行为等，这些人格会交替式的占据一个人的身体，而他们占据的时长和出现的时间也是有所不同的。每一个人格和人格之间可以是独立存在的，所以主人格可能是不知道其他人格的存在，也就没有其他人格占据时候的那些记忆。因此，当一个人有多重人格的时候，通常他会有一大段的记忆丢失，比如他上一秒还在吃饭，下一秒醒来的时候可能就在教室里了，或者说会在家里看到很多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更恐怖的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格有自残倾向的话，那么他醒来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不知名的伤口。有些患有多重人格的人，他们的人格之间是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这种情况就叫做并存意识。不过由于人格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可能人格 A 知道人格 B 的所有事情，但是人格 B 却完全不知道人格 A 这一个人的存在，而人格之中也就会有一个类似管理者一样的主人格或者说主管人格来管理其他的人格。那么通常来说的话呢，主管人格就是控制这个身体时间最长，同时知道的事情也是最多的那一个人格。但是呢，它并不一定是原始人格，虽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原始人格就也是主人格，不过也是有例外的。那么原始人格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人分裂出其他人格之前的那一个原本的一个人格，所以原始人格对他自己的称呼的话是会和身份证上一样的。当这些人格需要交流的时候，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些是人格会直接在他们的脑海里面进行交流，而有些则是会直接说出话来，所以说在旁人听起来就像是自言自语一样。以上是多重人格的一个特点，但是要被诊断为多重人格症的话呢，需要符合 DSM-5 里面的几个诊断标准。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患者是要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人格，每种人格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思想、行为、感情、记忆以及说话方式。其次是患者在回忆自己个人的事件的时候，或者是回忆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时候呢，会反复的出现一些空白的时段，就是完全不记得了，而这种情况超出了普通的这种健忘症的情况。第三就是这种症状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第四，这些症状的话不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或者是一些文化习俗上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信仰宗教的话，可能你信仰的是飞天意面神教，在你祈祷的时候呢，你觉得飞天意面神飞天意面神，你听过那个吗？完全没有听过什么是飞天意面神。飞天意面神教你竟然没听过？是不是会贵的意大利面？对对对对，真的吗？真的呀。然后在你祈祷的时候呢，你感觉飞天意面神附身在了你的身上，那么这种表现的话是不算作多重人格的。而文化习俗上的话呢，是主要像是比如说小孩子要在被诊断的时候呢，需要确认这些症状并不是小孩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玩伴，因为在一些地方的小孩可能他们从小的时候经常都会有像是想象自己是有一个额外的朋友的，虽然小孩知道自己的玩伴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但是因为经常会表现的让人以为这个小孩真的相信自己是有一个真实的玩伴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不算作多重人格症的。最后就是如果你是由于药物而直接导致的这种暂时性的症状的话，比如你吃了一些有毒的蘑菇，感觉整个人都裂开了，那么这种药物直接导致的情况呢，也是不算作多重人格症的。那么大家可能会好奇，这种多重人格症是不是一种很少见的疾病？但是统计上来说呢，它并不算是一种非常非常罕见的疾病。具体是多少百分比的话呢，网上的争议其实也是蛮多的，但是估计也是有1%到2%之间的存在。但是呢，它的确是最具有争议，也是最难以理解的精神疾病之一。在患有多重人格症的人里面呢，平均是有13个到15个不同的人格，非常的多，甚至几十个人格的都有。人格的话呢，可以是男女老少，甚至是不同的物种。而在这么多的人格里面，有几种人格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有些患者会有一些动物的人格，这种人格的话呢，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动物，比如说一只猫，或者说一只狗。哦，我知道了。什么 ？What does the fox say？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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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暴力，或者说在受到其他事件的影响的情况下，老是会被拿去对比一些动物。大声狗。程序员。
又或者是他们认为这些动物就是自己的一个朋友，于是就幻想出了这么一个人格或者说动物格来作为自己的朋友。那么还有像是婴儿和小孩的人格，小孩的人格的话是最常见的其中一种，这种人格的行为方式和说话方式都会和小孩一样。小孩人格出现的理由的话呢，可能是原始人格想要创造出一个没有创伤经历的小孩人格，来代替自己去回想那些开心的记忆，因此就可以让自己有这么一个小孩的人格来快乐的生活着。又或者是在以前受到严重的创伤的时候分裂出来的另一个人格来分摊自己的痛苦。另一个很常见的人格的话就是保护者人格，这种人格通常来说会是第一个被分裂出来的，它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保护原始人格不受到伤害。他们一般会比原始人格更加的坚强勇敢，所以当原始人格出现困境的时候，保护者就会出现。哦，这个我知道，那游戏王里面那个相棒和もう一人の僕行くぜ相棒もう一人の僕相棒もう一人の僕相棒他这个属于保护者人格吗？那是动画好吧，那是法老王两个人。那么有保护者就会有迫害者，这种人格的话通常会比较暴力，会做一些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的事情。但是他们出现的理由的话呢，通常是因为当原始人格想要去回想以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创伤经历的时候，这种迫害者人格就会出现，来阻止自己再回想那一段不堪的记忆。其实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不让自己再去回想那些伤害，所以这种也会被叫做是误入歧途的保护者。所有的人格出现都是有理由的，这是原始人格的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并不会无理由的凭空出现一个人格。比如不会出现你走在路上，然后觉得天气很热，突然间想吃一个冰淇淋，你就分裂出了一个很喜欢吃冰淇淋的人格，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虽然多重人格的起因还是很有争议的，不过比较普遍的说法的话呢，是在6到9岁以前经历的一些难以承受的创伤，而导致了分裂出不同的人格，比如重复性的身体虐待、情绪虐待、幼年侵犯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多重人格。而年龄较大的时候经历的这些创伤的话呢，更是会演变成 PTSD， 也就是创伤后遗症。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应该以后也会说。那我有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我是个老实人人格，然后一直被拒绝，受到很多伤害，会不会出现一个渣男人格来帮我摆脱这种现状？你6到9岁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吗？哦，原来这个6到9岁哦。那么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把多重人格和精神分裂症给搞混，因为他们的名字其实也蛮像的，但是这两个呢是完全不同的。精神分裂症的话，我们以后也肯定是会说的，所以我就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好了。精神分裂症的特点的话呢，是患者会有不合理的幻觉、妄想或者说幻听之类的这种症状，这是一种他们的精神和现实的分裂，而不是多重人格这种人格之间的分裂。那么说到这，肯定有人会对这一个多重人格症保持怀疑性，毕竟这种症状听起来不太有现实感，而且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说见过的。但是实际上多重人格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也是有实验以及科学依据的。在有一些实验中，实验者就会请来一些多重人格症的患者，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下评估，发现他们的人格中至少有一个是有过去受到创伤的记忆的，他们会对相关的物品啊、语言啊，或者说图像引起一些反应，就会回想起当时的经历，我们就称之为 TPS。 而那些其他完全没有创伤经历的人格呢，我们就称之为 NPS。 然后实验者就会对2种不同的人格分别播放关于一段别人的创伤的经历的描述的音频，同时也会用一些像是 PET、CT 之类的对实验者进行脑部扫描。那么实验结果就会发现，对于 NPS 这个人格的话呢，当他们听到这种别人的创伤性的描述的音频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有那种感同身受的反应，只会觉得这是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就和当他们听到一段无关紧要的音频的时候是相似的。但是对于 TPS 这个人格的话呢，当他们听到这一段关于别人的这种创伤的描述的时候，他们大脑中自己那一部分关于创伤的记忆，以及关于就是痛苦的感情那一部分，就会表现得非常的强烈。而这些仪器的结果是不会骗人的，就是你很难装出自己没有这种相关的痛苦的记忆。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打篮球，所以当我对你说打球的时候呢，你大脑里面那些关于打球的记忆啊，包括像是你投了一个3分球，或者说灌篮之类的，你大脑中这些觉得篮球很有趣或者说快乐的这一部分就会被点亮，就会有所反应。而如果你的另一个人格特别讨厌打球这件事情，比如这个人格可能老是会被球砸到，恨不得全世界的篮球都想吃，那么当我在对你说打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那些痛苦的回忆就会被回想起来，而他的大脑之间的反应就会和你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说让他的大脑装出一副很喜欢打球的样子。你是没有办法上一秒还喜欢打球，下一秒就
就说服自己很讨厌打球这件事情。当然了，如果说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可能可以骗过这些仪器，但是这个概率实在太低了。因此透过这些仪器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多重人格症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疾病，它并不是这些患者装出来的。那么关于多重人格的治疗方法的话呢，首先要知道目前并没有一种药物可以直接治好多重人格，大部分的治疗都是为了让患者可以正常的过他们的生活，也就是让患者察觉到自己是有多重人格症的，并且能够做到并存意识，然后和所有人格一起生活下去。当然更好的结果是这些人格被合并起来了，这样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所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让自己的人格整合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么大家对于多重人格的了解可能大部分都是来自影视作品，不过呢影视作品经常会有夸大或者说美化的情况，因此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种疾病是一件很酷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实际上的多重人格还是和影视中的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患者通常不会像作品里面那么暴力，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多重人格症的患者，他们同时也会有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所以其实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另外他们的生活也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的，而且对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来说，这种疾病也是对于他们的一种挑战和折磨。想象一下，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就突然间不认识你了，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外貌、行为、说话方式、对你的态度，并且还会开始他们自己的一段人生，而他们的这一段人生里面是不会有你的存在的。那么你会怎么想呢？